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甘肃武威的民勤县。大家看我身后这栋建筑，是不是像一座城墙？其实呢，这是一座地主大院。之前呢，我们在南方以及山西看到很多地主大院，特别是那些晋商大院呢，可以说是非常豪华奢华。而这座大院呢，也比较特殊，因为它是在沙漠中的一座地主大院，被称之为塞外故宫，沙漠里的紫禁城。有这样的称呼，就能够代表这座地主大院呢，也非同一般，也可以说是非常豪华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座地主大院到底是谁所建，而又是谁把这样一座地主大院建在沙漠里面。一眼望去，这个大院就了不得啊！首先是看到它这个城墙有10几米高，它这个城墙其实是分为2部分的，下面是城墙，上面是叫女儿墙。总体高度呢有12米左右，而且呢上面有很多孔，那么这个就明显的是射击孔，纯粹是一个防御型的地主大院。这就是大门，瑞安堡、瑞安铺都可以，南北方说法不一样。瑞安铺是1938年落成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是以前民勤一个保安团长大地主王庆云建的一个庄堡。由于他的名字叫王庆云，字瑞亭，所以呢取瑞安2字为保名，寓意呢是祥瑞平安，在民间俗称王宝铺子。它整个建筑呢是坐北朝南，占地面积大概是560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2400平方米。建筑布局呢呈一品当朝形式，凤凰单展翅，有3道大门，也就是说有前中后3院，总共房间大概141间。有中式、西式客厅、佛堂、祠堂、瞭望台等等，也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堡寨式民居，既是城堡，又是一个山寨，同时也是大院，带点防御的，所以就跟我们平时看的很多地主大院不一样。它是外墙套内院，外墙就是堡墙，大概高度10来米，内院呢就是他们居住生活的地方，里面呢有地道、暗堡、天井，以及四通八达的人行通道，步步机关，处处奇妙，布局独特，寓意深刻，所以它又称之为西北地区第1豪宅，西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地主庄园。现在呢，我们走进去，真的跟走一个城墙进去一样的，因为这个建筑呢，跟我们看到很多地主大院不一样，因为它的历史比较年轻，38年到现在也才80多年吧。进来了就是第一个院落。第一进院落其实就是下人居住的，不过呢，在以前下人他也是分层次的，你像伺候家里主人的丫鬟，然后还下来的长工、车夫等等。你像这一块呢，可能就是车夫这些人居住的。这里还保留了一些他们以前的工具。为什么他们这里会有专门的车夫呢？因为这个王庆云他当时是一个保安团长。然后他也做一些生意，比方说丝绸、马匹，在西北这个马匹生意肯定是必不可少的，所以有专门的人管理。你看，这个就是以前出行的马车，这是10年，在西北是非常常见的，因为西北地区比较干旱，吃的东西呢跟南方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来到陕北也好，甘肃也好，这些东西基本上是生活的必需品。现在我们去城墙上面看一下。这个庄院一大特色就是这个城墙，还有它里面的暗道、地牢等等。地牢是在上面呢，你看看西北这些城墙，全是黄泥土建造的。可能很多人都会说，用黄泥土建造的房屋，城墙怎么不会倒塌呢？这主要是由于西北这边干旱、少雨、缺水。下雨的时间是非常少的，而且这里呢算是属于沙漠地区，就更少了，所以就不用担心雨的问题。它整个这里是分为3进院落，也就是前中后。前院是放东西的，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大，中院就小一点，后院呢是家族核心人员居住的，就更不一样了。然后它这里呢四通八达，你看这边有门，这里也有，这里也有，就全部这样连接起来的。而且呢，这边的门呢还特别讲究，像我们这
要说是一个中轴线，那家里主人以及核心人员就走中间的，然后下人仆人呢就走两边。你看这个城墙上面非常宽呢，大概有2米多，因为它要进行防御，在这上面呢随时随地有家丁在守卫着。走在这个城墙上面，确实感觉非常壮观呢。下面就是整个大院的情况，在这里呢能够一览无余。不过它这个地主大院跟我们在南方以及在山西看的大院不一样，山西的大院基本上啊都会有2层的，而它这里基本上1层。同时呢，这个屋顶呢基本上是平面或者带点椭圆形，跟那个我们之前看的那个建筑啊完全是不一样的。其实跟它的设计师很有关系，因为整个大院的设计师啊，当时他是在日本学的那个建筑风格，在日本留过学，他回来之后建造了这样的大院。还有呢，我们说它这个城墙，尽管说这边少雨，但是呢，它基本上都弄了一个导水槽，就是万一下雨呢，在这个城墙上面的水呀能够流下来。你像这个墙壁，尽管说属于城墙的一部分，但是它这里呢叫女儿墙，也差不多是2米。在这里呢看不到外面的情况，外面也看不到里面的情况，但是呢这里有射击孔，这个就是他们整个城墙防御的一个体系啊。在城墙它是有好几个角楼的，像这个角楼里面呢有一个地牢，就是说他把一些人就关在里面，漆黑无比。现在呢我们就准备去看一看，这就是地牢，看看好深了。看看下面地牢的情况，是一个直角形，也就是我们在城墙上走的通道一样的，因为这里刚好是角楼的位置嘛，还挺大的。它整个这个古堡里面的暗道很多，没想到这里还修了射击孔在地牢里面，这个就比较神奇了。难道他这个不怕关在里面的向外呼喊吗？我们就是从这个阶梯下来，你想一想，这个地牢高度的可能都有3-4米，在这里还有很多牌匾，以及一些孔子的画像。它整个城墙其实是全部围起来的，一路啊都能看到这些射击孔，所以当时他是花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来修建这个。下面的建筑是挺有意思的，我们说的前院这一块就是中院，这样看是不是相当的震撼呢？这里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地主大院，同时呢也可以称之是一个山寨，只不过是在沙漠中的山寨啊。前方这个就是瞭望台，这里有台阶可以上去的，就是观察外面的，走上去看看。哇，一览无余啊！你看这里尽管说是种植了农作物，但是这一块呢全是沙漠。民勤县呢就在那个位置，大概是3.5公里，其实很近了。它这个城堡其实跟城墙寓意功能是一样的，所以呢他们为了防御的作用还修建了马面。你看那个上面有射击孔，这边也有射击孔，就跟我们看那些古城、永泰龟城等等说的马面防御功能是一样的。这个城墙就看完了，我们现在继续去里面看看它内部的布局有什么特点。前方这个就是第2道门，也叫街门。刚才我们也讲了，在以前呢，这些家族里面是有等级观念的，主人走哪里，仆人走哪里都是有规定的，左右两边就是仆人、下人走的，中间呢就是主人走的。然后在这2侧的这个房屋里面呢，保卫人员居住的，然后这个是接待人员居住的。因为他这大家族住了这么多人，肯定有保卫人员，接待的就更不用说了，经常有做生意的往来，还有亲朋好友的往来，那都有人接待的。看这个建筑雕刻是不是非常精美啊？斗拱形式的。其实斗拱的话我是不太清楚，但是啊，据说也是据考证，唐、宋、元、明清，它每个时代的斗拱都不一样。大家如果去山西的话，能够区分得很清楚。
因为在山西有唐朝的建筑、五代十国的、元明清的建筑都有。在这个家族，我们经常看地主大院说第一道门呢是非常庞大的，也非常厚。而在这个家族很有意思呢，第二道门也是很大很厚，也大概有10多公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才是真正进入家族的核心地方。这里呢是石磨房，因为一个大家族吃饭的人很多，然后呢，他们当时可能就会在这里生产豆腐，同时呢，也有可能生产出来去卖吧，都有可能啊。2进院落其实就已经比较重要了，典型的就是这里有一个账房，也可以说是管家吧。他们家族呢，生意做得比较大，然后财产流通呢也比较多，所以有专门管账的人，他在这里管账，然后在这里休息。这种大家族里面呢，一般都会有的。基本上每个地主大院，像账房、总管房是必不可少的，因为他们也是家里的核心人员。现在去第3进院落看一下。一进来啊，这里就是一个亭台楼阁一样的，这里也是有说法的。下面有一个地漏，上面呢是一个大的天井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含义呢？就是我们常说的财不外流。这里呢被称之为姻亲客厅，也是一个客房。什么叫姻亲借厅呢？比方说这个主人呢，他的亲家来了就居住在这里。也可以说是他的岳父、丈母娘，来这边居住，小舅子啊都可以称得上。这边就是卧室，这西北的典型风格啊，炕，他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吃东西，也可以在上面休息，这比较有意思啊。然后还放了一个床头柜，放一些被子，这个应该是这种炕生活的典型代表。继续往前走。在这个上面呢，能看到很多牌匾写的字，其实就是代表主人的一种美好愿望吧。这个在第3进院落侧边呢，还有很多小房间，这个大家应该猜得出来了，这个是丫鬟居住的，因为在这个家族，地主以及他的小孩，还有他那些夫人，肯定得有人伺候嘛。那么丫鬟就是居住在这里，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况。基本上是一个小房间形式的，布局应该都差不多啊。第3进院落它其实是分为3部分，中间这个是中西式客厅，两侧呢是厢房。我们先来东边看一下吧。其实第3进院落可以分为2个院落，这个就是东院落，这里是夫人的寝室，就是夫人居住的。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呢，离里面越近的，就是地位越高的。这也是一个小卧室，这个是王庆云的卧室，就是我们常说的地主居住的卧室。在当时他有个身份嘛，叫保安团长。这里面相对来说就比较大了，墙壁上面还有一个中山先生的像。这看起来是不是比较大？那么他是在这休息，如果办公回来，可能会在这里坐一下。然后呢，就是在这里休息。它这里呢，其实是分为3开间的，就是客厅，还有他的卧室，旁边还有一个小卧啊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在这个墙壁上面有个壁画，在墙壁上面有4幅画，大家猜是什么？这个就是4大美女嘛。其实，在很多地方啊，都会弄4大美女的那个形象图。这里还有一个小卧室，难道这里才是那个王庆云他自己休息的地方吗？我不懂为什么一个里面呢弄2间卧室出来。所以说，这就是以前地主居住的地方，大概是80年前呢。东厢房对面就是中西式客厅。因为这个地方的建筑是中西合并的，相当于是他办公以及接待客人的地方。
走进去看看有什么。这里应该是以前他的接待的地方吧，就是有客人来访或者他上级来这里接待。在旁边就是王庆云的书房，他休息娱乐的地方。你看还有留声机，这个是当时进口的。在墙壁上面还有蒋中正，就是蒋介石的画像，因为那个时期是在1938年嘛，他当时是一个地主，还有一个身份是叫保安团长，所以说就挂了一个蒋介石的画像。从客厅出来就是西边的院子，里面又放很多缸啊，这个盛满了水，也是起到消防的作用。那最里面一般就是老妇人居住，以及呢那个佛堂一类的。再往里面走，就是储存东西的，相当于粮仓。在这样大的家族，他生活了很多人，那粮食一定是要储存的很多。那特别是古代那些地主啊，他们家里都会储存很多粮食的。有这样一句话嘛，不管任何时候有粮不荒，特别是在战乱时期，粮食比黄金还珍贵呢。那个时候储东西跟现在不一样啊，因为现在很多有塑料桶、有不锈钢，能够防潮防湿。而那个时期呢，全是靠这种木头制作的。这里如果装满的话，能够放很多粮食的。最后的建筑就是祠堂和佛堂，王室加持。祠堂一般都是必不可少的，碰到重大的事情，就是在这里商议决定的。在这个祠堂后面，大家猜是什么啊？就是他们家族的暗道。现在呢，去暗道看看。它这里的暗道比较独特啊，并不是说从1楼进去，而是要先上2楼，然后走地道进1楼。这个就是让别人找不到啊。一般我们说地道都会在1楼的，它这里不一样，所以这个也是防御的一种手段。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古堡，它的暗道是一绝，比较特殊。你看这里就来到了暗道了，也算是密道、逃生通道。这个跟我们刚才看的地牢是不是很类似啊？不过呢，这个比那个还更大。你看这里尽管说是一个小门，但是呢，过去就不一样了。这个地道就在下面，我们下去走一走吧。这个地道非常小，进来的话比较不容易，人基本上是要钻过来的。到了下面，就宽度大概是1米。这个其实我们就是在城墙里面呢，所以说是不是很好玩？城墙里面是空的，绝对大家想不到吧？然后这里呢，就是一个小门，现在关住了，看看能不能打开。哦，这里呢就通往一个房间了，我们就出来了。这个就到了下面的厢房，这个非常隐蔽啊。这个只是暗道的一部分了。现在这个地主大院我们就看完了，大家是不是觉得挺有意思的，挺豪华的？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说恢复过的，其实在那个时期啊，比现在更豪华，更有特色。那么我们常说的这个地主去哪里了？当时王庆云作为大地主，又是保安团长，他其实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，最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总体来讲，这个地主大院保存的还是挺完整的。